大家好，欢迎收看今天的节目。你有给算命师看过手相吗？手相算命就是透过这些细纹的形状和排列来解读我们的命运，给人算要花不少钱，自己研究又不是很懂。今天就跟各位分享一个简单的方法，让大家知道自己的伴侣是什么样的类型哦。首先，你要先认识这3条对你人生超重要的线：生命线下涂圈圈处，感情线下涂红线，婚姻线红线下方那条。当你知道哪一条是感情线后，把左手跟右手的感情线合起来，神奇的事要发生了。然后看看2条线的位置是什么状态。2条合起来之后，左边比较高。如果你是2条合起来，左手比较高的人，像上图那样，你其实是个内心坚强且比较外向型的人，你是很期待来场刻骨铭心的戏剧化爱情。拥有这种手相的人，很可能会喜欢比自己小的人，或是不同国家的人。这种类型的人相当独立，有明确目标，而且容易克服困难。2条合起来之后，两边一样高。如果你2条合起来的高度是一样高的，你是温柔又富有同情心的人，而这样的你，真命天子。很可能是身旁熟人或朋友。拥有这种手相的人，个性冷静，不喜欢生活上出现任何急转弯。这种类型的人既明智又温柔，很可能会喜欢上身边的熟人。2条合起来以后，右边在上面。如果你是2条合起来，右手高一点的人，其实你是比较早熟的人，所以很容易煞到熟男女。拥有这种手相的人会喜欢年纪大的人，就是所谓的熟男女。而这种类型的人擅长处理爱情，浪漫的是，他们的第6感也都很准，几乎很少出错。同时，传统手相学可以根据一个人男左女右、手掌相形，断定出一个人的富贵贫穷。手相并不是一成不变的，手相的变化代表着不同运势的改变，也是未来命格的特征。而手掌中的纹理则是人运势的密码。如果你的手掌中生有宝镜纹的话，预示你命中带财，大富大贵是早晚的事情。何为宝镜纹？所谓宝镜纹，顾名思义就是手中有圆形的纹理，一卷一卷层层围绕，如宝镜一样握在手掌之中。这种特殊纹理十分罕见，是官印、权威的象征。掌中生有宝镜纹的人胆识非凡。宝镜纹在相术中被视为财权的象征。掌中生有宝镜纹的人大多胆识非凡，心思缜密，心胸宽广，处事手法非常有魄力，有大将风范，能够担任指挥官、军事顾问等职位，命运不凡。这种纹理如果位于乾宫、坤宫以及对宫3个手掌区域内，则正财相当稳定，步步高升。命中还会有不少偏财出现在其他掌宫上，则意味着会从事律师、咨询、培训等行业，并因此获利丰厚。提醒：当然，手相学是必须要讲究因人而异的。一些吉祥掌纹的出现，虽然是有好运的征兆，但还要看整体手相，才可预知能否将运势激发出来。而且，无论做什么事情，自己的努力是不能少的。好的手相面相只能为你的努力提供助力，要实现自己的梦想，终究靠自己打拼，并不是你拥有好的掌纹就一定会怎么样。同样需要脚踏实地的努力。现代心理学家，包括医学家，也已发现并证实，人的手相无时无刻不在变化，你的思想和行为无时无刻不在雕琢你的掌纹，并留下痕迹。所以，与其临渊羡鱼，不如退而结网，努力充实改变自己才是上策。4种越老越有钱的手相，儿富女贵，老年必定发达。生命线有分支向手腕延伸，生命线起于食指与拇指的中间部位，呈圆弧形抛物线延伸至手腕横纹，在生命线的末端开始分叉，并且分支向手腕延伸。有这种手相的人，则代表此人是属于越老越富贵的类型。这种人早年或许会吃一些苦，但在中年时财运会回升，富贵会初露头角，晚年财运大增，地位节节高升，家庭也呈现美满和睦之象。手掌心有2条玉柱纹，玉柱纹是从手掌出发，若是有2条玉柱纹，则1条延伸到食指下面，1条延伸到中指下面。这种手相是晚年得运的吉象。拥有这种手纹的人，在年轻时目标模糊，没有理想，不知道自己要追求什么样的生活，所以大多一事无成。随着年龄的增加，经历多了，就知道自己想要什么，并且能为之奋斗。中年时会遇到大机遇，运势越来越旺，子女聪明孝顺，晚年福禄大增。
3. 拇指，无名指上有斗。拇指、无名指有斗的人，在青少年时代比较艰辛，虽然足够聪颖敏捷，能力也很强，但是经常会遭受不公平的待遇，并且会为工作奔波、受累，还经常为此与恋人发生争执和矛盾。这类人到中年，思想慢慢成熟，目标也会越来越清晰，会逐渐地将精力全部投放在工作当中，在事业上会取得一定的成就，获得地位和财运，晚年生活也是十分无忧自在。4. 小拇指上有直纹1或2条，小拇指上有1到2条笔直的纹路到达第一个指节，这种纹理在相学中被称之为运约纹。有这种纹理的人越老越贵气，早年吃的苦都是为后面的时来运转做铺垫，子女大有出息，不需要自己操心，晚年还能享子女的福气，子孙贤孝，富贵安康。第3，男子面相看五官，女子面相看流年。啥是流年？有道理吗？众所周知，在中国社会的传统文化中，人们对面相学说十分看重。在古人的观念中认为，若是能够对他人的面相有着较为详尽的了解，亦能够充分了解对方的性格特征。正因如此，在中国社会发展的进程中，面相学说始终是人们所关注的焦点。而一句关于面相学说的俗语“男子面相看五官，女子面相看流年”，更是引起了许多人的注意。那么，这句时人俗语是否有着科学依据？所谓的男看五官，女看流年，又指何种意思呢？封建背景下，算命师傅曾是很多人所尊重的对象。通过他们的帮助，人们得以对自己未来的命运发展走向有所了解。无论在民间或是皇宫内，都会有着一些算命之人的存在。在诸多算命术士群体中，会看面相之人更是能够得到他人的敬重。在现代人看来，面相学说带有着一定的封建腐朽色彩，但时至今日，面相学说仍是我国传统文化中的重要组成部分。而诸多与面相学说有关的俗语，更是得到人们的关注。曾经，一句“男子面相看五官，女子面相看流年”，便是许多人所相信的对象。首先提到“男子面相看五官”这句俗语，很多人都会对其中的五官非常好奇。其实，这句俗语中所指的五官，便是额头、眉毛、眼睛、嘴和耳朵。古人认为，若是男子额头饱满，便有着较高的智商，在为人处事的过程中，他们也会有着相对较好的运气。正因如此，额头饱满的男子普遍会成为人们敬重的对象。此外，在古人看来，男子的眉毛最好浓密有型，若是男子眉毛稀疏，则意味着其为人处事过程中会有着优柔寡断的性格特征，若是与其进行交往，也很可能会受到他们的负面影响。在封建背景下，古人认为眼睛能够反映出一个人的真实心理状态。若是男子眼神较为干净清澈，则意味着他们心思单纯且能力较强。基于这一原因，眼神清澈干净的男子大多能够得到旁人的称赞。在分析男子五官的过程中，若是男子的嘴巴较大，则意味着他的社交能力相对较强。在为人处事时，他们普遍会有着较多的朋友相助，这也会使其人生之路顺遂无阻。除以上内容外，五官中的耳朵虽常常被人忽视，但同样是面相学说中的重要内容。古代面相学说中认为，耳朵的高度应与眉毛差不多高，否则便是无福之人。除此之外，耳垂大的男子也会有着较好的福气。这句俗语中的后半句“女子面相看流年”所指的内容，便是女子的面相决定着一生的发展走向。在面相学说中，会将女子的面部分为3个部分，分别以眉毛和鼻子下端为界限。在眉毛到发际线这一部分中，所预示的便是女子的早年生活；在眉毛与鼻子下端这部分中，则指着女子的中年生活；鼻子以下的部分则代指女子的晚年生活。若是女子有着较为方正饱满的额头以及圆润的下巴，则意味着她将一生顺遂无忧。在面相学说中认为，饱满的额头代表着女子拥有较好的出身，给予优质原生家庭的帮助，这些女子能够过上较为幸福安稳的童年生活。此外，面相学说中认为，若是女子的下巴较为圆润饱满，便代表她晚年无忧，不会过上孤苦凄凉的晚年生活。除对额头和下巴的研究外，
面相学说中表示，若是女子的面中部气色较为红润，便意味着她能够拥有幸福美满的婚姻。可以看出，封建背景下的面相学说中认为，女子的人生幸福程度完全与富家及夫家挂钩，并无自主选择人生发展走向的机会。现如今，很多人都能认识到努力拼搏对于构建幸福人生的重要意义。正因如此，人们对于面相学说大多不再看重，毕竟人生的发展方向应完全掌握在自己手中，而不应寄托于所谓的面相之上。好了，今天的分享就到这里，愿您时时心清静，日日是吉祥，期待下次与您的分享。